男嘉宾小侯，22岁，来自吉林，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夏，26岁，来自吉林，是一名模特。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相恋几年了？差不多有3年了吧。我俩认识的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朋友聚会。当时她的那个闺蜜和我的一个朋友，他俩就有意撮合我俩。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姑娘，就第一印象特别好，因为人挺漂亮，感觉她也挺有素质的。因为当时就点菜的时候，她对服务员就一直就说谢谢，然后我感觉就挺礼貌的，然后我也挺喜欢她，然后我就开始追求她了。没过多久我就出车祸住院了。他每天去医院看我，照顾了我差不多都有2个多月吧。我觉得挺感动的，就跟他在一起了。可是我们2个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对我就变了，跟追我的时候不一样了。而且他还隐瞒我们的关系，就不对外边承认。就是有一次我们2个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拿着他的手机拍了一个小视频发朋友圈去了。什么视频？在一起吃饭嘛，然后我就说今天跟男朋友、跟亲爱的在一起吃饭很开心。他从卫生间回来的时候，我就拿给他看了。我本来以为他也挺开心的，结果他特别生气，就把那个手机抢过去了，就把小视频给删了。而且当时我看见下边有很多的评论，还有人说原来你不是单身啊，原来这就是你女朋友啊。他紧接着又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说这不是我女朋友，就是个普通朋友。我就特别的想不通，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隐瞒咱们的关系啊？你觉得我很给你丢人啊？那你为什么当初还追我呀？我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生气好不好？因为我当时特别着急，当时就是在一个公司实习嘛，然后准备就是毕业也就在那签约了。然后当时那个带我们的领导就对我们说，因为刚刚接入职场嘛，然后就是告诉我们不让我们谈恋爱，说很容易就把那个就是生活上那种情绪都带到工作上来，也不会利于以后的发展。我只是不想公司人知道，因为就怕他们就是认为我就不太。反正这算一个解释吧。你那什么破公司啊？我怎么就不知道哪个公司还不让谈恋爱呀？可以不要说公司好不好？我们就正规公司，怎么了？这都是他自己编的借口，而且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关机吗？为什么一给你打电话就打不通啊？那我也不是充电宝，我也不可能保持手机时时都有电吧。下班的时候吧，就是在那个路上特别堵，有时候在公交上就堵了1个多小时，让他打电话我就有时候接不着，而且就偶尔那么几次，也不是次次的关机。这就是你自己找的借口，给你打电话你关机，而且就我打你关机，谁打电话都关机，那是谁打电话？而且每次我看他的手机，他手机里边都有一些新加女孩的微信啊。那些女孩很多都是微商，有的是那个朋友介绍的。所有女的都微商。因为我是做销售的嘛，我认为就是多一个人就多一条就是销售的渠道嘛。但是我也没闲扯，基本上我那些聊天记录吧，他每天都在翻，除了第1条我已通过了你的好友请求，就没有别的了。我有那么无聊吗？我跟人聊完天之后，我还把记录删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聊天记录呢？就有次他去洗澡了，我就翻他的手机，翻他的微信，我就发现一件特别让我惊讶的事情。原来他最开始追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喜欢我才跟我在一起的，而是因为他跟他朋友一个赌注。他朋友说，如果3个月之内能追到我，就输给他1000块钱。当初你跟我在一起，就是因为这1000块钱，要不然就是为了这赌注呗。我为了1000块钱追他，然后我追他的时候花钱都花了3、4千了。我那个时候在实习，然后每个月工资不到2000，基本上每个月的工资就都拿去追他。然后你现在说我为了那1000块钱去追你，再说那1000块钱后来朋友没给我，我当时就是因为喜欢他。我感觉这就是在无理取闹啊！你就是因为这1000块钱，要不然咱俩说分手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就跟我分手了？你就我哪有开心？我当时也是特别冲动、特别生气嘛。那后来我不是也挺后悔的吗？我后来不是又继续追求你了吗？对你不是挺好的吗？这事怎么就不能过去了吗？分了多久啊？当时分了能有半年多吧。这半年多也那个没闲着，继续追他的又。没闲着啊，就是分开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是工作上还挺不顺的，然后他也挺安慰我，当时我就也挺后悔的，然后就继续又开始追他，也开始对他特别好。那阵儿他对我确实挺好的，在我不舒服的时候，他都会去我家给我做饭、洗衣服。然后差不多过了半年吧，我觉得他也确实改变了挺多。我觉得还是想跟他在一起，可是我们继续在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的问题更多了。那问题怨谁？那问题都不是出现你身上的吗？主持人你不知道，我俩和好之后，他就跟变了一个人，就是疑心病特别重，对我管特别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是我家了，那就是一个监狱。有时候下班我在门口徘徊好久，我说到底是不是要进去呢？因为我知道我进去之后我肯定出不来了，就是不管什么同事也好，出不来就出不来混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一次吧，特别那啥，就是有一次我回到家，然后我就去洗手间去洗个手，然后手机就是来电话，就他接的。那时候同事就是约我们出去就聚一下，然后他接着就给人拒绝了，闹的就是我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呢就不是特别好，大家有的时候都不找我了，就认为我是妻管严。你跟他们有什么可聚的呀？你们在一起不就是喝酒吗？那感情有的时候它就是喝出来的，但是我做销售这个他就需要这个。当然你重要了，但是我和同事在一起吃个饭也不影响咱们俩吧。
不光这些，有的时候吧，他在外地出差，然后我在家，他就是定点查房，有的时候就是半夜2、3点钟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是不是在家，然后我说我在家，他还不信，就非让我去那个洗手间把洗衣机拧开，他要听声，确定了我在家之后才能让我睡觉。然后最有意思一次就是我同事找我说那啥，今天嫂子不在家，那个咱们出去聚一聚吧。我说你要是能把我家洗衣机背走，我就跟你出去，要不然我是不敢。有的时候我回到自己家，就是不在我们俩住那房子住的时候，我回到自己家，然后也是，就是有一次半夜2点多给我打电话，然后当时我一看他是他的号，我就接，我说媳妇儿啊，你等一会儿啊，我马上去洗手间去拧洗衣机。他一听说声不对，我说声不对没有办法，这不是咱家的洗衣机，这么的吧，你那个把你妈叫醒吧，让她说句话。你说老人大半夜都被他吵醒了，睡眠质量特别不好。怎么了？我就想给你妈带个好，也是我的错呀。你说话丧不丧良心？半夜3点多问好，你白天寻思什么了？气死我！反正就是我们2个在一起之后，他就看我各种的不耐烦，就是各种的心烦。不是，这先说这事儿你做没做吧？做了呀。不光这样，每天还定时，就是每天我必须就我俩不见面的时候必须通话2个小时，每天规定9点到11点，然后打电话，你说这个2个人交流应该2个人一起说话吧？他不，他就让我自己说话。你看让我自己说2个小时多好啊！对，我让我自己说话，我就是基本上把我从小到大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全跟他讲个遍，但是还是讲不完。后来逼他没招了，我就去书店买了本格林童话，每天晚上给他讲童话，就把我逼成这样，每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累。那你刚开始追我的时候，怎么有说不完的话呢？那话总有说完的一天吧，但是我们就是有话说的时候就说话，没有必要就是没有话说硬挤着头皮说吧。那为什么你不说话，一定让我说话呢？他就是不爱我了。你不只是不爱我，你外边还有别的女人了。就前段时间我上他的支付宝，发现他的支付宝里有一笔5000块钱的转账，因为他之前每次花钱都会提前告诉我的，但是那次他没有，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那5000块钱哪儿去了？他就吞吞吐吐的，就是不说，原来是给他前女友了。我不是给前女友，我是借前女友，好吧？但是这个事儿我没骗你吧？那不叫骗，那只能说叫瞒着。那我不吞吞吐吐，我还能特别高兴的说媳妇儿，我借前女友了，你不生气吗？其实也不是前女友，就是一个普通朋友，因为我就是我都不让你跟他联系了，还什么朋友啊？我没和他联系，他联系到我，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女人缘。这个前女友吧，也算是唯一一个就是女性朋友吧。然后当时他挺着急的，然后就冲我借这个钱，我就本身一个挺热心肠的。我借完之后我就想告诉他了，但是我一寻思告诉他之后，就他这脾气又该发火了。我寻思我先瞒着他，到时候就还了之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就没有什么事儿了。这没办法。我看你不只是把钱借给他，人都借给他了吧？前段时间他突然就消失了，以前每到周末他都会陪我，然后前段时间他就一直在说他加班。那段时间也确实在加班。你先别说，先闭嘴行吗？然后有一次你不能让他闭嘴。这就是每天2个小时练就的，多好！然后有一次我休息，我就去他单位去找他了，发现他并没有在公司。我就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你在哪儿呢？他跟我说在前女友那儿呢，上他那儿干啥去了？对呀，我又向你坦白了，我没对你撒谎吧？我去前女友吧？那你最开始咋不告诉我呢？我告诉你不又生气了吗？我告诉你，就是前女友那段时间挺惨的，因为她那个腿摔了，然后她那个男朋友现在不在国内，在韩国，然后那个时候他家就是新房在装修，然后他也知道我懂这个，然后就让我去帮他盯一下工程。我俩也没在一起，前女友在自己家养伤，然后我就去他家新房，他把钥匙给我，我就定期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我坦坦荡荡，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做的我问心无愧，我俩清清白白的。他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没你是不是装修不了了？没有我也能装修好，但是有我不是更方便吗？这件事我觉得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我们俩装修的呢。对，就是感觉就是举手之劳，没必要吧？不是什么大事吧？你瞒着我就是大事了，我觉得我就像个傻瓜一样被你蒙在鼓里。那你发现你要没发现这个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你不就不生气了吗？我不也是怕你生气吗？这样就好了，我就不生气了是吗？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特别讨厌别人骗我，尤其你还是为了前女友骗我。那就是没告诉你。我觉得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你继续在一起了，我就要跟你分手了。好，不吵了啊！来吧，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公司不让谈恋爱。也许有这样的公司，但是太少了。我觉得好像不让谈恋爱是指公司同事之间。是的。现在还有说公司说你们不能谈恋爱的吗？我是没听说过。如果是这样，大概这公司招不到人，因为是人总要谈恋爱的。但即使咱假设也在极端的情况下，公司不让你谈恋爱，你会选择至少2种反应。第一，辞职，因为爱情是我个人的权利，凭什么干涉？第二，我就谈了，我也没影响工作，你能把我怎么样？不像你这种反应，女友用你的手机发了，你这种慌忙的这种反应，马上再来解释说没有，
这就很伤女友的心。还有女友居然最后知道你是为了一个赌局，为了1000块钱来追我的，不是由心而发追我，所以他就变本加厉的来查你每一次说话、每一次行动背后是不是有骗局。事实上你也不争气，都被查出来了。所以你们2个人在一起，为什么呀？就是挺喜欢的。你喜欢他？喜欢。你这句话是对了，你喜欢他，但是他不只喜欢你，他还喜欢前女友，他还喜欢别的事情，这个是最关键的。喜欢你，很多人可能都会喜欢你，但是要找一个心里只有你的，只喜欢你、只爱你一个人的人在一起，好吗，女孩？如果找到这样的人了，你不要做出那种过于管控的方式，让人觉得很不舒服、限制人自由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好吗，姑娘？我觉得老师简直说到我心里了。什么？说你简直说到他心里，就是你是他的蛔虫啊！如果能够帮到你，我愿意是你的蛔虫。呦，就这样。哎呀，我并不觉得你们之间是完全没有希望，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要问清楚、说明白。我先帮你问一下，好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你最该问，也早该问。今天我们来问，你曾经是因为打赌而追他，这件事情是真的，对吧？是。那我请问你，大概是在哪一刻你爱上他了？是真心的，而不是为了那1000块？就是在我照顾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俩就是在一起时间长了，我就是感觉自己动心了，付出真心了，然后我就渐渐的爱上他了。那时候你还记得当初的赌局吗？当初那赌局就是应该是像一个玩笑是吧？也是为了给自己鼓劲儿，因为那朋友当时聚餐之前他就给我介绍过这女孩，就给我看过照片，说这个怎么样，然后我当时说完全了解啊，我说挺好的，我说挺好的。我要跟女孩说，首先不要作践自己，有的时候作践自己不是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而是轻看自己。你真的觉得你这个人的条件有不好到只值1000块的赌注吗？你真的觉得当初他对你的好，你感受到的那一切都只是因为他想要打赌赢得这场赌局吗？所以不要为了吵架的那一刻想要赢得胜利，就把所有这些话拿来讲，讲久了自己都相信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心可以感受，你要想的不是那个赌局，因为很多臭男生在一起呢，真的喜欢开一些很无聊的玩笑，也有可能是他的朋友当初为了撮合给了这样子一件事。我们也常说一起减肥好不好？减下来的时候怎么样？1000块，有的时候那是一个鼓励。不管他是怎么开始的，你真正感觉到他对你的好或不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说后来他对你不好了，所以你分手，这件事情我完全同意。但是我不同意你分手是因为觉得他就是因为一个赌局而追你，这样你明白吗？同样的，你们后来复合了，今天你要离开他的原因，我可以接受。你觉得你不喜欢他了，或者是你确定他跟前女友还有暧昧关系，但是我不接受你在还没有查证到所有的证据之前就擅自觉得他不爱你。我认为那不是不相信他，是你再一次轻看了自己。不要太多的规定男人。如果你很喜欢吃一个蛋糕，但是今天我规定你说每天的9点到11点，你必须给我吃这个蛋糕，天天吃，而且一刻不能不吃，吃足2个小时，都中间不能停下来。请问你吃几天不会腻啊？你的做法恰恰可以把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变成一件不太美好的事。爱是不能用规定的，人性的本性是你规定我要考试，我就偏偏不想念书了。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定，可能我自动自发的就想看这本书，也不一定啊。你已经把所有事都规定完了，你让他怎么自动爱上你呢？你一定要在家里，我软禁你，你不在家的时候就不行，你在家还要给我听洗衣机的声音，然后你在你妈妈家可以把你妈叫起来跟我讲话，你自己觉得这样可爱吗？所以你要更相信自己，让一切自动自发，才有可能在这一段恋情或你的下一段恋情幸福。明白吗？谢谢老师。每一次成长都是一次阵痛，成长要付出代价。我相信这个男生是爱你的，因为他在每一次发生问题之后，他都是有所改进的。你比如说第一次赌局，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会有，但是当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有所改进，他对你更好了。到后来，当发生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每次也都在往前进步着，但是呢，他依然逃脱不了很多大概就在于这样的无结局的争吵，他不够坦诚，你够坦诚吗？他不成熟，你够成熟吗？大道理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就是前女友那事儿呢，我觉得我做的也是欠妥，然后我感觉到自己错了。然后这次咱们回去呢，我就冲他要那个5000块钱，他要是没有的话呢，我就让他打个欠条，然后我以后也不联系他了。这个事儿我也知道错了，你就跟我回去吧，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我们都好好考虑一下吧。不是挺好的吗？在一起还考虑什么呀？呵呵，请亮灯吧，啊！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对恋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刚刚回去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尤其是不应该大半夜让你妈接电话。我也希望以后你不要再骗我了，咱们两个好好在一起。徐伟跟你说的时候，是不是说的你差点要分了呀？说的你哭了，我又把你给说回来了啊。
谢谢老师。我就是要你谢谢，我就等你这话。有请小花童。谢谢。啊，牵着妹妹的手走，啊，别摔着了。哎，别着急，别着急，你给我站起来。我想说的是，祝你们幸福。我还想说的是，要保湿，必备湿，好好用面膜吧。接下来我们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说话呀！有人跪着说呀，爱情就是笑着去饮一杯毒酒，我愿意为了你干了这杯。你能帮他把那瓣桃花摘走吗？桃花朵朵开的时候，怎么样让一个男人只守着你，其实也是女人的一个智慧。祝你们幸福，好好相处，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